这是世界上持续照明时间最长的灯泡，自1901年起，这个灯泡已经工作了120年了。那我们现在的灯泡一般能亮多久？我们现在一般1万个小时以上就属于高质量灯泡了，120年就相当于差不多100万个小时了。为什么这个灯泡能亮这么久呢？于是有人说了，其实很早以前人类就已经发明出了可以几乎永久使用的灯泡，但是被资本家们雪藏。原因就是寿命长的灯泡虽然符合消费者的利益，但是严重损害了资本家的利益。就是太长的话，他们就没办法卖出新产品了。对，就灯泡不坏就没有人换新了。听到这里，估计很多人就要大呼这是阴谋论了。曾经的我也这么认为，但是现在我并不这么认为，或者至少并不全是阴谋论。1879年，爱迪生用棉线作为灯丝制作了一个可以亮14小时的灯泡。之后灯泡的灯丝被不断的替换，变成了熔点更高的钨。到了20世纪20年代灯泡的平均寿命就已经达到了2000个小时了，有的甚至达到了2500个小时。但是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灯泡的寿命不再增加了，反而变得越来越短。1924年圣诞节前夕，日内瓦召开了一场秘密的会议，参会的成员都是全球领先的灯泡公司高管，比方说飞利浦、通用电气、东京电力等等。他们对他们自己各个地区的灯泡生意都具有垄断地位。几家公司在会议上决定成立一个福波斯垄断联盟，把灯泡的寿命缩短到1000个小时，让市场增加对灯泡的需求量。但是他怎么保证大家都这么做？你想，如果有人不遵守规则，他们家的灯泡质量做得特别好，那大家不都去买他们家的了吗？所以福波斯垄断联盟又出了一招，就是每个制造商都需要提供灯泡的样品测试，如果不合规的公司将会面临联盟的罚款。直到1934年灯泡的平均寿命就只有1205个小时了，而销售额自1926年开始4年内上涨了超过25%。劣质灯泡的零件成本更低，这也让制造商获得了更多的利润。所以视频开头的那个灯泡为什么能亮那么久？不能否认的原因是这只灯泡一直在以低功率运行，但是它也的确是在垄断联盟成立之前制造的。垄断联盟干这件事情，虽然他们自己不承认，但是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直到二战发生后，这个协议才分崩离析。但是计划报废的理念一直延续到现在。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事件，应该就是2007年水果手机的降频事件。记得吧？记得。但事实上其实早在2003年的时候，水果公司就已经玩起了这样的把戏。Thank you for calling Apple. My name's Ryan. May I have your first name, please? Casey. All right. What seems to be the issue today? I have an iPod that I bought about 18 months ago, and the battery is dead on it. 18 months. Okay, it's past its year, which basically means there'll be a charge of $255 plus a mailing fee. But at that price, you might as well go get a new one. 所以显然对消费者的赔偿并没有他们计划报废赚得多。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判断，计划报废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觉得这个计划报废它对资本家来说是好事，但是对我们普通民众来说就是坏事。那你再听我继续往下说有一个1951年的电影叫做《白衣男子》，被奥斯卡提名最佳剧本。片中有一个科学家发明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纤维材料，既不会被弄脏，也不会被撕烂磨烂。他们用这种材料做了一套西装，所有人都在为这个发明而感到高兴。但是问题很快就来了，工厂的老板发现这个纤维太耐用，以至于没有人再回头买货。服装工人开始担心自己失业，因为大家都不用买新衣服了。Why can't you scientists leave things alone? What about my bit of washing when there's no washing to do? 最后工人和资本家联合了起来，要消灭科学家这个伟大的发明。工人和资本家站在了一起，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听起来有一点点的诡异计划报废在很多时候会被人抓住把柄，会被质疑侵犯了消费者权益。所以如今更多的产品在玩计划报废的同时，又有了一个更高明的套路。1908年福特的 T 型车带着亲民的价格和杠杠的质量亮相。福特说过要让每一个在我这儿买车的顾客这辈子都不需要再买第二辆车了。但是到了1920年，50%的美国家庭都已经有车了，有钱买得起的都已经买了车了，剩下的都是没钱买不起，这辈子都不可能买得起了。再加上这个车你一开就是一辈子，有钱人也没有换第二台车的意愿，这直接导致福特和通用汽车销量骤减。后来1921年，杜邦控股通用汽车，他们把原本全身黑的汽车喷上了各种各样不同的颜色。直到1924年，他们推出了各种不同颜色涂装的汽车，紧接着每年他们都会推出不同于上一年的颜色的汽车。五彩斑斓的颜色不仅让竞争对手福特的车看上去非常不时尚，也让自己品牌之前出的配色的车也不时尚，以促使消费者们换掉老车。这不也是现在的营销手段？对，现在世界上很多赚钱的公司都这么玩了，汽车、手机、服装、球鞋等等，每年一个新款式，每年一个新配色，每年一点稍稍的技术改进。他们的工作就是加速产品的迭代，从而利用消费者自己来提高销量。一套衣服的质量足够我们穿好几年了，
但是你仍然会发现你每年每季都在买衣服。哦，你看我柜子里还有5年前的衣服啊。对，为什么你每年每季都在买？因为每年它都有好看的呀。因为每年那些所谓的时尚专家都要告诉你，今年春季流行什么，夏季流行什么，冬季流行什么，而且一定和去年不一样。对呀。其实并不是大家真的在流行什么，只是服装厂商需要你买更多的衣服。但是想要每年都有新风格是不可能的。不久之后，所有能想到的款式全部用完了怎么办？再把之前的再流行过来。对，把几年前的流行款式再推成新的潮流。所以为什么现在网上就流行，就是说现在我们去看那个以前的港星，对，穿的衣服，哇，就会觉得跟现在好像也没什么太大差别。对，因为我们刚文完一圈，水果公司的手段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啊。初代的手机就是圆弧形，到第4代它就方了，然后第6代又圆了，然后12又方了。据说14快出了，你猜是圆的还是方的？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出了一本奇书，阐述了很多匪夷所思的观点。这本书就是《黄帝内经》。表面上看，这是一本医书，但是同时它是一本通达宇宙真理，足足可以让任何人读一辈子的书。不是说《道德经》是宇宙真理吗？《道德经》也是宇宙真理，因为他们两个都基于同样一个东西，什么？阴阳五行八卦。哦。《黄帝内经》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典籍，解释了无数我们模棱两可的问题。我们看中医总有一种神秘莫测、虚无缥缈的感觉。对，看不懂是不是？真实又不真实。如果有人问西医人是怎么构成的，他会告诉你大脑、四肢、神经细胞，再细分他还要跟你说分子和原子。但是你去问中医，中医会告诉你，我们是由一套隐秘的构造所组成。这套构造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它貌似要远远高于我们的世界，但是却又和我们这个世界相互影响。这套隐秘的系统叫做藏象，藏就是隐秘的意思。武器入鼻，藏于心肺；五味入口，藏于肠胃。中医里的五藏绝不是西医的五脏，但是却又和五脏有某种联系。而藏象的象字意思是藏的印记或者说征兆。藏象这个系统包括五脏、经络等等，它隐匿在五脏背后，成为人体的另一套完整又独立的生命系统。《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中有关于藏象最完整的记录，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记录。但是藏象仍然会给人一种抽象的感觉。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用如此抽象的东西，而不是像西方医学一样解剖了解人体？对啊，很奇怪，你不知道吗？有人说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不会解剖学，但是这其实是解释不通的。就算没有解剖学的古代，大大小小的战争，还有原始部落击败敌人后食人，以及将敌人的一部分作为战利品等可怕行为，足以让当时的人了解人体的内部构造。但是这也无法撼动藏象的地位，这到底是为什么？除非古人觉得藏象更高级，更能对人类有帮助，或者说更接近真理。那它高级在哪？举一个大家都能听懂的例子我们小时候家里停电都会点上蜡烛，手在蜡烛前组合，就可以在墙壁上幻化出各种各样的形状，比方说狗的形状，猫的形状，越厉害的人弄得越像。但是我们都知道墙上的只是影子，这个影子是假象。我们的手既不是猫也不是狗，这就是五藏和五脏的关系。五藏不是影子，五脏才是。解剖学里的一切都是那个更高的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里的投影，而我们现在认为虚幻的五藏、气血、经络，它们其实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真的吗？那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些器官是假的？对，很难理解，很难理解，这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这完全是另一个世界观呀。我们后面会解释这跟古人的世界观有很大关系这种解释就很像灵魂跟肉体的关系。我们的肉体在现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的灵魂在更高维度的世界。五藏和经络就像灵魂的神秘性。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都在利用灵魂来达到自己健康长寿的目的，听起来非常的匪夷所思。但是了解了中医的基本原理之后，你就会真正明白这是一套多么高深莫测的方法论。西医也讲究的是局部施治、对抗治疗，将人体视为一个独立密闭的系统，而中医讲究天人合一。如果大家去看过真正的中医，就会发现中医的很多东西都是需要和自然结合的，吸收天地的精华。比方说西医用药是怎么用？6到8小时。就是很多药都是这样的6到8小时用一次。你问西医为什么？西医会跟你说，因为6到8小时药物就会被代谢掉。而中医用药，比方说他会告诉你在每日子时用药。你问中医为什么？中医就会告诉你，因为0点是阴最旺盛的时候，0点之后就是阳的开始，子时正是阴阳转化的时候。在中医思想中，人体不是分闭独立的，而是和自然融为一体。人类从大自然中诞生出来，与大自然为一体，其实完全符合逻辑。但是我们现在在用审视人造物的方式审视我们自己。
我们认为终有一天我们能操控一切，但是事实上我们现在认为的一切都是像。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理论认为宇宙中的暗物质占全部总物质的 85%， 它可能是宇宙物质的主要组成部分，而暗能量占宇宙总质能的 69%， 它吞噬暗物质，为宇宙膨胀提供能量。暗物质和暗能量确实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们也确确实实存在，所以科学可以解释一切吗？这个目前还是存疑的。如果这些奇奇怪怪、神神秘秘的东西都是真的，那么我们的认知其实一直在倒退。没错，道家很可怕的。道家的思想就是这样，人类其实没有在进化，道家认为人类在倒退。道家真正想要人类宣扬让人类干什么？返璞归真，回到以前原始的状态，自然的状态。我们后面会讲，所以科学可以解释一切嘛？这个目前是存疑的，这里并没有否定科学的意思啊。主要原因是中医思想它不源于科学，中医思想并不是100%的实践出真知，反而是有很多我们今天把它认为是伪科学的东西。我们想要了解古人创立的中医，了解这一套运行规则，那么我们就要以古人的眼光来看待事物。说到底，科学也好，中医思想也好，他们都是认识自然的一种方式，因为喜欢一个就全盘否定另一个，这不是一个明智的人干出来的事情。所以希望大家以开放的眼光看待中医思想。作为中医思想的基础，阴阳和五行，谁提出的这个概念我们无从考证，也许是在一个文字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的思想，而这个神秘的思想就是中医的基础理论。阴阳五行八卦代表就是道家思想。道家创始人老子有一句名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3个字概括了从人到宇宙的所有规律和根本。所以老子有多厉害，你想想，把一门新学问写成一本书的人，那就是出了名的专家教授了；把一个新学问写成一篇论文的人，那就是爱因斯坦这种金字塔塔尖的人。而像老子这样把一门学问总结成13个字的人，那得是什么人？我们先回到这13个字上。道法自然是道家对天地万物属性的解释。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最好最厉害的能力就是大自然赋予你的能力。道家把人的境界分成4级，从高到低的意思是真、智、圣、贤。贤是哪？贤就是贤者。哦，我们总说孔圣人，孔圣人其实在道家里头啊，他才第3，他上面还有智和真。孔圣人的弟子都是贤，最高的境界就是真，游行于天地之间，视听于八达之外，这么一个境界。返璞归真就这么一种感觉，反对一切人为的东西，让自己保持纯真。一个人加一个伪是什么意思？伪，没错，伪科学的伪，对，假的意思，对，不真的意思。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就会疑惑，人为的东西你都丢了，那你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人类没有利爪，没有獠牙，没有人为工具，那我们怎么可能对抗猛兽？靠什么？我突然理解出来，这个自然的状态并不是指你的生活状况，而是指你的精神世界。哎，没错，你说到非常关键的地方。这里我们就要再讲一个故事，很多朋友可能听过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小和尚看见远处有一个船，就对另一个小和尚说：“你看，船帆动了。”另一个小和尚说：“不是船帆动了，是风把船帆吹动，是风动。”之后又有人说：“不是风动，是地球自转偏向力改变了气流的流向。”之后又有人说：“地球自转也是受到了太阳引力的作用。”正当有人打算把银河系甚至宇宙都搬出来的时候，老方丈走出来说：“其实既不是翻动，也不是风动，是心在动，不是冒爱心泡泡那个心动啊。”这里的心指的是心灵、意识、灵魂。这就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标准的唯心主义思想。我这里没有宣扬某些东西啊，只是就是以古人眼光去给大家阐述古人他当时是个什么思想啊。我思故我在，我不思那不仅我不在，这个世界都不在。所以心在我们祖先眼里是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都是心产生的相。而神字啊，《说文解字》里写道：“神引申万物者。”用外国人的思想来看，这不就是造物主？引申万物者，一切都来源我的心。神和心其实同一体。所以说当时的古人就认为我们最大的能力就是我们的神、魂、灵这种东西。所以古人为什么认为巫师很高尚？因为他能通达神灵。你看巫师的巫字怎么写？一横一竖一横，两边两个人，上面那一横啊是天，下面那一横是地，左边是活人，右边是死人。天哪！巫就是通天通地通生通死的一个职业。所以巫师在古代就是地位非常高，因为他们是能运用这个神通的人。神通从哪里来？从心里来。佛教无常经里啊有这样一句话：世事无相，相由心生。可见之物实为非物，可感之事实为非事。它和道家思想多像。相由心生嘛。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视频，就是讲那个老子的，记得为什么说推测老子西出函谷关之后收了释迦牟尼做徒弟？因为佛教理念跟道教简直就是如出一辙，特别像，对，如出一辙，就感觉这就是一个人创的理论，太像了。